房租3800，水电1200，进货2000。我这不是开店，我这是给房东打工。再这么下去，我真得改行摆摊算命了。唉。我眼睛度数又涨了，坏了，我店穿越了。姑娘，可否讨碗水？你哪个剧组的？拍戏拍到我店里来了？剧组，在下裴彦州，边城豫王府世子，城中大旱，实在无水可寻。若姑娘肯施一碗水，裴某必有重谢。现在短剧演员都这么敬业，这妆效绝了。3块。此水为何会废？有气的水，不是开水。喝吧，别演了，看你嘴都干裂了。此水竟如此清冽。第一次喝碳酸饮料吧？姑娘，此水还有多少？里面都是。矿泉水2块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气泡水3块，扫码或者现金。扫码是何物？你不会真没钱吧？此物可抵水钱。道具做这么真，好。袋子别拎破了，包子趁热吃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我刚才是不是卖水卖到古代去了？世子回来了！快去请父王母妃，再取干净的碗来。世子，这是从何处取来的琉璃瓶，竟装了这么多仙水？莫问，先救人。真的是水，无异味，清透如泉。父王母妃，先喝。好水。3日了，总算喝到一口干净水。来，吃点东西吧。这白面馍里还有肉，这些从何而来？城南尽头有一家奇怪小铺，店主是位姑娘，她那里水量充足，器物奇巧。边城大旱，他一间小铺竟有水粮，儿子也不解，但他不似恶人。王爷，朝廷朕已到了，为何我们还没有水喝？是不是王府私藏凉水？豫王府从未私藏1粒朕粮。那水呢？我们孩子快渴死了！今日王府先分水，老人幼童先领。这是什么？能救命的水。娘，是甜的。多谢王爷。这些水只够今日。形制像，氧化也像，重量也像。这要是真的，我今天不是卖了10几瓶水，我是迈出了人生转折点啊！
冷静，江小湾，冷静。这年头骗子多，没准是高方呢，或者是哪家电视台搞的新型整蛊节目，真假明天一试便知。找人鉴定。姑娘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。你祖上挺富啊。还行，主要是低调。出吗？那您能给多少？2万。2万？这是目前的行情，如果你手里还有，价格咱们另谈。没有了，就这一个。那个，我回去考虑。居然是真的，我真把水卖到古代去了，赶紧回店看看，他还会不会再出现呢？你来了。姑娘在等我。没有，我等生意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昨日之水救了王府，也救了百姓，父王命我再来请姑娘相助。你们那边真旱得那么严重？3年少雨，井枯河断，粮价涨了10倍，若再无水粮，边城会乱。真有人快渴死了。每日都有。行，我能帮，但先说好，我不是神仙，我只是开早餐店的。在下明白。你明白个鬼！你看我的眼神像在看观音。姑娘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搬水，跟我来。这些都是粮，能吃，方便，保质期长。这个叫压缩饼干，别一口气吃太多，噎。虽干却能饱腹。这些先给老人孩子，还有这个方便面，别直接啃，得烧水炒开。面还能泡？算了，我给你演示。竟如此快！现代人的饭可以不好吃，但一定要快，赶紧搬吧。每户按人数领水，老人、幼童、病者优先，不得争抢。师子，求求你，我家孩子2天没吃了。先喂孩子，小狗喝。我昨日还骂王府私藏粮，我该死。活下去再说这些。这馍怎这样软？娘，这个甜。裕王府从哪儿弄来的凉水？王爷，裕王府近日分了许多奇怪凉水，百姓已经不闹了。奇怪凉水，透明瓶装水，纸包软馍，还有一种热水一泡便能吃的面。裴家还有这样的本事？要不要派人查？查清楚他们从哪里进的货。边城若不乱，裕王府便倒不了。裕王府不倒，本王这盘棋就白下了。粮商昨日又涨价了，涨到平日12倍，且几大粮商口径一致，说无粮可卖。他们不是没粮，是不肯卖。粮道被人卡住了。那几条路皆经过宁王封地，无凭无据不可妄言，但心里要有数。儿子明白。今天还是水、面包、方便面。姑娘，可否更多些？更多是多少？能让1城人吃上半月的粮。1城？你把我当联合国粮仓啊？联合国是何处粮仓？不是重点。你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今天有没有包子，是明天、后天、下个月都没吃的。正是如此。那
那就不能只靠我买现成食物。现在东西再多，我也搬不动一座城的饭量。姑娘的意思是，你们得自己种，自己找水，自己恢复生产。大旱之年如何种？现代农艺，了解一下。曹管事，裕王府那边开始分粮了，百姓不来买，我们囤的粮怎么办？哼，急什么？他们那点凉水撑不了几日。可百姓现在都念裕王府的好。那就让他们知道裕王府的凉水来路不正。明日起，城里散消息，就说裕王府用妖法换粮，喝了那水会折寿。百姓会信吗？灾年之人最怕天罚，只要怕就会乱。耐旱小麦、土豆种组、红薯苗、滴灌管、育苗盘、土壤检测图。姑娘，你家承包多少亩地啊？挺多的，看不出来啊，年纪轻轻就是大农户。祖传种地。这个你一个人可搬不了。我姓周，专门做农业设备的。看你买这么多抗旱的物件，要是大面积抗旱，我能给你配个完整的方案。配方案多少钱？看面积，也看你是不是诚心做事。这是绳？这是管子，水从这里面走，再从小孔慢慢渗出来，直接喂到庄稼根上。不慢灌。你们水少，不能浪费，滴灌最省水。这个能测土壤的酸碱和湿度。酸碱？你可以理解成看看那块土是不是适合种东西。这些种下去，真能活？我不能保证全活，但试了才有机会。那便是。这黑绳子摸着怎么像蛇皮一样？世子说是水管，可这管子也太软了些，怎么走水？这是那位江姑娘给的。她说，若想长久活下去，边城必须重新种出粮食。此话比送一车水更重。明日开试验田，谁若敢偷懒，军法处置；谁若做成，王府重赏。这就是世子说的那位贵人。他的衣裳好怪啊！大家好啊！这位江姑娘便是为边城送来水粮与种子之人。别！我不信这个！快起来！大家看这里，把注意力转过来，这个不是黑蛇，是水管。真出水了，居然从管子缝里冒出来了，妙啊！这水一点不冲水浮土，倒是更好润进了根里头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现在水少，不能大水漫灌，要把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。我的天，我以前只会蒸包子，现在居然跨界开始指导种地了。姑娘今日救的不止这一亩田，更是边城数万百姓的命。哎呀，你别总这么一本正经的夸人，我这人禁不起夸，容易飘。飘？就是得意忘形的意思啦。那姑娘也可稍稍得意，你当得起。完了，这眼神太犯规了吧？你们古人说话都这么犯规的吗？管事，小的仔细查过，世子这几日每到夜里总往此处来。此度荒废已久，连间像样的商铺都没有，他哪来的凉水？嘘。人没了，活见鬼了！闭嘴，盯着。今日巷外似有人盯梢。盯梢？行事鬼祟，应是宁王派来的人。那他们能跟着你进来吗？这门挡得住吗？我试过，除我之外，旁人似乎根本看不见这扇门，至少目前如此，他们进不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是何物？这叫监控，你把它安在巷子隐蔽的地方，只要有人靠近，它就能把画面录下来。
类似刘影石。没毛病，你这么理解完全可以。记住啊，别摔了，别泡水。最重要的是，别拿回去摆在案台上供起来，它就是个工具。不会。果然有鬼，去把这事儿报给王爷。世子进入死巷后消失，出来时木车变满了，属下怀疑内处藏着密道，密道能通到水梁堆里，也许是某种障眼法。世上没有凭空变出的梁，只要是人做的事儿，就有破绽。派人盯住誉王府，也盯住那片试验田。若凉水查不到，就先毁掉他们的希望。出芽了，真出芽了！江姑娘说的对，试了才有机会。他们是不是会长成馍馍？对呀，到时候你就有吃不完的馍馍啦。听说了吗？誉王府请了妖女，用邪法催苗，怪不得那些水瓶子奇奇怪怪，喝了不会折寿吧？你们想想，哪有大旱天还能变出水的？我家孩子喝过那水啊！你们想想，这是拿寿数换的。希望越大，摔下来才越疼。世子，那水到底是不是妖水？我孩子喝了会不会有事儿？那苗是不是邪法催出来的？我们要个说法。若水有毒，我昨日、前日这些时日早已先中毒。我孩子喝了水，吃了馍，现在能下地走路了。若这是妖法，我宁愿多来点妖法。诸位，王府不会害百姓。若有人借谣言断你们生路，那人才是真正的恶鬼。我们相信世子。这种小型太阳能泵适合潜井、池塘抽水，只要光照够，不用接电。不用电，那太适合他们了。他们？哦，我老家亲戚住在深山里，没通网，缺电。那你还得配水管、过滤头、固定支架。要是他们那边水质差、泥沙多，泵很容易堵。行，这些全都配上。你这架势可不是随便买点东西救急，你像真要做一套完整的抗旱系统。如果一个地方的人真快活不下去了，系统一点总比乱买强。这样，我给你按成本价走一批。真的？用出效果了，拍几张照片给我看看成果，就当给我做案例了。成果可能不太方便给你看，但是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功。好，等待你的好消息。开车搬货去吧。好。此物可吸日光日力，准确的说是把太阳光转化成电能。日精化电，你非要用这么仙侠的词汇来理解，也不是不行。动了，看见没？不烧柴，不用人拼命踩水车，只要晒太阳，它就能自己抽水。若边城那些潜井之下尚有暗水，此物能救活无数人。没错，所以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先找到水位浅的地方，否则这泵抽不上来。姑娘放心，我回去后立刻带工匠排查全城旧井、低洼地和干涸的旧河道，绝不让此神器蒙尘。世子，这井去年就干了，先试。老天开眼啊！不是老天开眼，是井底仍有暗水。江姑娘，我们找到了。下面是湿的，再挖半尺，可能有水脉。沿这条线继续挖，先挖蓄水坑，再接滴灌管。有力气的都来！
这是给咱自己挖活路。仅凭这些，撑不了全城，但能撑过第一批示众。只要试验田成了，百姓便不会绝望。最怕的不是饿，是觉得自己必死无疑。那位江姑娘，可知她做了什么？她总说自己只是做生意。若只是生意，裕王府便欠她一笔天大的人情。王爷，裕王府从旧井里抽出水了，百姓现在都去帮他们挖渠。抽出水？用一种怪气，不靠人力，晒着太阳便能出水。妖法的说辞，可有人信？起初有人信，但世子当众喝水，又有灾民替他说话，谣言压不住了。废物！水能救人，也能害人。王爷的意思是，若他们新挖的蓄水坑塌了，淹死几个人，你说百姓还会不会信裕王府？属下明白。你们这个蓄水坑不能挖太直，边坡要缓，不然土质一松，水一泡，塌方了就全白费了，还容易出人命。边坡要缓，这里要加木桩支撑，底部和侧面最好铺上石头防冲刷。还有，夜里必须派信得过的人守着。姑娘也觉得有人会动手。电视剧里这种关键时刻，肯定会有人出来搞破坏。电视剧？那是什么兵书？你就理解成类似的兵书经验。姑娘当真是见多识广。倒也没有那么广。动作快点，先烧苗，再砸水管。拿下！放开！我们只是路过的。夜里带油路过试验田，果然来了。谁派你来的？没人派我，就是看你们不顺眼。世子，这是从他鞋底夹层里搜出来的。宁王府？不是，那是我捡的。这种东西也是随便能捡到的。带下去，严加看管，明日父王亲审。父王说的对，救灾之外，更要防人祸。这腰牌只能说明他与宁王府有关，不能说明是宁王授意。父王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你若现在去告宁王，朝廷会问你证据从何而来，试验田起水江姑娘全都会暴露。兖州救百姓是明处的仗，和宁王斗是暗处的仗，两边都不能输。儿子明白。烧田，他们有没有人性？那可是一城人的希望。有人不愿边城活，是因为你们活了，他就得不到好处。姑娘聪慧，不用聪慧，现在这种人也不少。灾难发财，缺德带冒烟。这些拿去，田边、水渠、仓库都装上。你们没电，我给你配充电宝和太阳能充电板。多谢。还有，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，你要是倒了，边城更麻烦。姑娘是在担心我？我是担心我的大客户。大客户记下了。世子，这小黑眼睛真能看见人。江姑娘说，我便能。这不会真是仙界法器吧？不要乱传。是。这一次，看谁先露出尾巴。小满啊，你这是改行开超市啦？没有，帮朋友采购点东西。
矿泉水、压缩饼干、种子管子。你朋友是要去荒野求生啊？差不多，农村创业，艰苦奋斗。我怎么还看见你半夜往店里搬东西？还有个穿古装的小伙子老来找你。角色扮演，婶子，现在年轻人就流量穿汉服，玩沉浸式剧本杀呢。哦，角色扮演啊，那小伙子长得挺俊呀。婶儿，你别乱想，我可没乱想，是你脸红了。现在这边也不好糊弄啊，得亏赵婶没往深了问。我这哪是发财，我这是刚有钱就变采购员，钱还没捂热就飞了。如果真有人问起这些物资的去向，就说是民间救灾援助。钱可以赚，但账得清楚，两界往来，万一哪天审计或者查账说不清楚，可就麻烦了。父王说不能总让姑娘垫付，这些是今日物资的钱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们王府还有多少家底？尚能支撑。尚能支撑的意思就是快不行了，对吧？灾情未平，军饷、赈粮、修渠，处处要钱。我拿一半，剩下一半你带回去应急。姑娘不收？我又不是趁火打劫的奸商，你们那边正是用钱的时候。在我心中，姑娘从来不是。行了，别夸，说明天还得搬货呢，赶紧拿了钱走，别耽误我休息。你前几次买的东西太零散，救急可以，长期不行。抗旱种植综合方案。对，第一步找水源，第二步小面积滴灌施种，第三步育苗棚，第四步土壤改良，第五步储水和分区灌溉。如果你真想帮那边的人，不要只买成品粮，成品粮吃完就没了，技术和体系留下来才有用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帮人？你每次买东西都先问老人孩子能不能用，问怎么省水，问煤电能不能运行。真做生意的人不这么问。周总，如果我说我帮的那个地方特别偏到你可能无法想象，你还愿意继续供货吗？只要不是违法乱纪，我愿意。那就合作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能再头疼一头脚痛一脚了。姑娘，请说。第一，所有水源登记造册；第二，试验田扩到10亩；第三，搭育苗棚；第四，粮食按户配给，不能再临时乱发；第五，查粮路背后是谁在操控。这些若成，边城便能从等救变成自救。对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江姑娘，从今日起，你不是誉王府的供货人。那是什么？是边城的救灾先生。先生，我教人活命者，当得起先生二字。先生，在他们那里，这是极重的尊称。边城3年未见这样的绿了。接下来会更辛苦，水要省着用，田要分区种，粮要按规矩领，谁都不能抢，谁都不能偷。江姑娘说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只要能活，苦点不怕，活两天不怕。你看，他们信你。我有点怕。怕什么？怕自己做不好，怕给了他们希望，又让他们失望。那便一起做，你给方法，我守边城，若有错，我与你一同担。裴彦周，你这话我记住了。好，古今通道开启，边城救灾正式从送物资进入了建体系的阶段，希望的种子已在黄沙中扎下了根。滴灌管20卷，过滤器10套，育苗盘500个，营养土50袋，防晒遮阳网30卷。你这批东西够做一片小型示范基地了。我要的就是示范基地。你老家那边有懂技术的人吗？东西买回去没人会用也白搭。有一个很聪明，学得快。男朋友？不是，合作伙伴。哦，合作伙伴。你别八卦，继续说技术要点。行，第一，水源一定要先过滤；第二，滴灌主管和主管要分开；第三，育苗不能直接暴晒；第四，土壤太板夹，要先改良。这些都得教会他们。此处为何要分3条水管？主管负责送水，
支管负责分水，最细的滴灌带才是交到根上的。如军中粮道、主道、分道、末道各司其职。对，你这个理解很准确，你还真学得挺快。事关百姓性命，不敢慢。这个不是普通土，是育苗用的，种子先在这里发芽，长稳了再移到地里。如幼童先养于屋中，强健后再经风雨。差不多，你们古人打比方还挺文雅。姑娘教得清楚。那什么，下一项遮阳网。这布怎么透光？像琉璃又比琉璃软，这东西盖在苗上，不会把苗闷死？白日保温，夜里挡风，但要留通气口。江姑娘说，苗小时候最怕骤冷骤热，要慢慢养。世子，俺不懂这些，但俺有力气，您说搭哪儿就搭哪儿。今日先搭第一座育苗棚。像一屋子小生命。江姑娘说，这些若养好，可移栽10亩地。百姓也有了盼头。清些，他还小。王妃娘娘，他长大了会变成馒头吗？会变成粮，变成你碗里的饭。不能一瓢水倒下去，会冲坏根，要这样轻轻喷。哎呀，水成雾了。苗小，喝不了太猛的水。这跟喂娃一样。对，就跟喂娃一样，不能一口塞个大馒头。你怎么什么都记？姑娘不可能时时都在，编程终究要自己会。你说的对。这是什么？属下也不知，像屋却能透光。誉王府把苗养在里面，边城的百姓现在都称它为仙棚。仙棚，王爷，要不要派人烧了？刚抓了纵火的人，现在再烧，你是怕别人不知道是本王干的？毁东西容易，毁人心更有用。王爷的意思是让他们自己怀疑这棚子有问题，传出去就说这透明的妖棚会吸走地气，明年整片边城。好，这透明的妖棚会吸走地气，明年整片边城都长不出半粒脸。你们没听说，那透明棚子根本不能靠近，会吸人阳气。真的假的？我家男人昨日还去帮忙搭棚了，不然那些苗怎么可能长那么快？肯定是吸了人的命数去填补的。可那苗看着的确好啊，看着好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害死人？怕越好。世子，我们家里还有老小，真不敢碰这妖棚啊。我男人昨夜回来就一直头疼，是不是被吸了阳气了？头疼多半是太阳底下晒的，跟这棚子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可他们说，他们是谁？敢不敢现在站出来把脸露一下？这个棚不是什么妖法，是用来保温的。你们看，外面大太阳热，里面拉了帘子就没那么晒。到了夜里气温降下来，它还能挡风。不信的人可以每天来记录，看看这棚里的苗是不是长得更稳。这小棍子上的数自己会变？会，它就是用来记温度的。若此棚真会害人，今夜我裴彦州第一个住进去。你疯了，别乱承诺啊！他们信我，那也不能拿你自己当试验品啊。你还真住这儿啊？一夜而已，能安民心，值得。喝点热水，别没被什么妖棚吸了阳气，自己倒先被冻感冒了。多谢。我陪你等一会儿。夜深了，外面风大，姑娘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。哼，怎么，你能守你的苗，我就不能守我的技术成果了？自然能。世子没事，脸色看着比昨日还要好些呢。江姑娘昨夜也一直在里面，我扛不住，只守了半夜。苗也没坏，大家快看，比昨日还更精神了。谣言止于眼见，今日起，愿意学这套育苗之法的，到主苗妇这里登记。
曹管事，换好了。等他们辛辛苦苦却什么都种不出来的时候，百姓自然会怀疑那江姑娘是妖言惑众。不对啊，世子，江姑娘明明是同样的法子，为何这片地一点出芽的动静都没有？灌溉的水量、播种的间距，全都是按图纸上严格执行的，不该如此。这是坏种，里面全都是空的。坏种？可这批种子不都是姑娘您亲自带来的吗？我带来的绝不是这种货色。有人暗中偷换了我们的种子。大家先别急，坏种既然被留下了，也能当证据。老伯，你们先把这片地用绳子圈起来，标好，任何人不要在洞里面的土。立刻去查，这几日所有接触过种子的人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是。他们这次的目标不是想毁田，是想在百姓面前彻底毁掉我的信誉。有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。主子，这留影石竟真能把当时的人影一毫不差的记录下来。暂停，此人可认得，看着像是城西的脚夫陈三，平日里常替那些粮商搬运货物。装。你们干什么？你换掉试验田种子时，可没这么害怕。我不知道世子在说什么。主子，这是从他床底搜出的，谁给你的？世子饶命，小的只是收钱办事。是梁商刘老板的人找我说，只要换几袋种子，就给我全家活路。刘老板背后是谁？小的不敢说。你若不说，现在便替他死。是宁王府的曹管事指使的。陛下，这一封是裕王府奏报边城救灾进展的，另一封是宁王空汉裕王府私用妖术蛊惑百姓的。妖术？奏折中称，边城近日出现奇水怪粮，还有透明不透风的妖棚，当地百姓皆传言有仙女降世。朕治下若真有仙女，倒也该亲自见见。若是假，便是欺君；若是真，即刻派钦差前往边城，给朕查清楚，这裕王府到底是在尽心救灾，还是在暗地里弄鬼？臣遵旨。这便是奏报中说的试验田。大人，确实有苗。先不要惊动太多人，直接去裕王府。皇上命本官查边城救灾实情。裕王爷、世子得罪了。钦差奉旨而来，裕王府自当配合。听闻边城有位神秘女子，能凭空取水粮，传言夸大。江姑娘只是懂些农业巧法。农事巧法能令枯井出水？枯井未必真枯，地下仍有暗水，只是需器具抽引。器具何在？大人亲眼看过便知。此物为何物？聚光板。如何聚光？日光照在板上，可生动能，带动井下机扣抽水。不用牛马，不用人力？不用。来，好。开。大人，这井水就是这么抽上来的。钦差大老爷，这不是妖法，俺们天天守着，没见害人呐。若此物能推广，旱地可救。来者不善，绝对不能漏怒。你便是江姑娘？是。听说外头那些奇物皆由你带来？算是。你师曾何处？家住哪里？为何边城从未见过你？我家祖上走海贸，学过一些海外农学和器物制造法。后来家道中落，我只剩下一些旧物和图册，流落至此。海外？对，海外很远，比京城远很多。江姑娘行事低调，不愿张扬，但却是身怀异术的海外奇人。与我非边城危急，江姑娘也不会出手。王爷信他。本王信看得见的水，立长出来的苗，也信活下来的百姓。既然如此，本官要亲自去看看那所谓的苗。大人看，水没有漫到外面，而是顺着管子上的小孔直接润在根部，这样能省很多水。确实是在根下，表面干旱，内里却生机不断。这片是普通浇法，那片是滴灌法，过几日对比长势和用水量，就能看出差别。你还分区对照？做实验当然要对照组啊。实验？试田，是试田。世子也懂这些？略懂一些，都是江姑娘教的。你别把我捧太高，容易摔着。实话而已。
您要如何上报这边城之事？奇物确实奇，但救灾也确实有效。那外头传的妖术一说，若能让百姓活命，便不可轻易冠以妖字。只是这位江姑娘来历不明，满口胡言，仍需谨慎。公主，皇上只让钦差查案，您私自跟来，若被发现，我又不是来添乱的，我只是好奇，什么人能把父皇气得半夜看奏折？听说誉王府世子，还有一个神秘女子裴彦州，我幼时见过她一面，倒是个冷清人。边城竟真有绿意。多年不见，她倒还是这般端方。长公主殿下。公主？免礼，我只是随钦差来看看，不必拘束。你就是那位江姑娘？是我。你的衣裳确实与边城不同，家乡风俗比较特别。看来世子与江姑娘很熟。江姑娘是边城贵客。只是贵客。姑娘可是累了？不累，你去陪公主吧。公主殿下远道而来，贵客中的贵客。我为何要陪她？你们不是认识？幼时宫宴见过一面，不算熟。哦，姑娘不喜欢我称你为贵客？没有啊，贵客挺好，听着值钱。那以后不称贵客。那称什么？称小满姑娘可好？随你。这东西非丝非胶，非琉璃非纸，究竟从何而来？公主怀疑江姑娘，怀疑谈不上，只是好奇。裴彦州那样谨慎的人，却对她毫不设防，世子是不是喜欢她？裴彦州若喜欢一个人，应当连自己都未必知道。那公主您呢？本宫也想知道，她如今心中装的是这大漠边城，还是那位江姑娘？公主，咱们这样跟踪世子不太好吧？我只是查案。人没了！怎么可能？殿下止步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边城救灾的命门。所以，你不让我进去？不能。你是在防我，还是在护他？两者皆有。还请长公主殿下离开。出事了！长公主发现了入口。他进来了？没有，我拦住了。吓死我了！要是他一脚踏进来，看见外面车来车往，不得当场世界观崩塌？世界观就是认知全塌。他聪慧，不会轻易放弃。那怎么办？若真瞒不住，只能让他成为知情者，而不是敌人。你们古代救个灾，怎么还要宫斗还权谋啊？让姑娘受累了。算了，谁让我已经上船了呢？听说前阵子有个年轻姑娘拿了一枚品相不错的银袄来您这儿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替一位藏家找货，若他还有，价格好谈。人家就一枚祖传的，祖传，这种话你也信？若想起什么，联系我，好处少不了。请问是江小姐吗？你哪位？我姓罗，做收藏投资。听说江小姐手里有些老物件，想谈谈合作。谁告诉你的？圈子里消息流通很正常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老物件。最近采购量不小，资金压力应该挺大吧？若有货，我可以高价收。我说没有。别急着拒绝，来历不明的东西放在手里未必安全。你这是提醒还是威胁？江小姐是聪明人。小满，那人谁呀？
推销理财的。现在理财的都这么像反派。小满姑娘，现在这边出事了，有人盯上我手里的金银锭了。会伤你吗？哎呀，现代是法治社会，法治社会懂吗？没你想的那么夸张，他就是想求财。虽然不理解法治社会是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？以后金银锭先别一次性给我太多，尽可能换成小碎银，别太扎眼。我也会想办法找正规的渠道去处理，不能让人抓到把柄。好，若因编程之事让你陷入险境，我心难安。别这么说，现在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编程了。江小姐，只要你愿意长期供货，价格我可以给到市场价的3倍。长期供货，罗先生，你以为我家祖坟是批发市场，能源源不断的往来出货？江小姐真幽默。这合同上写着，货物的所有来源责任全部由我承担，你只负责收货。行业规矩。还有这条，若后续产生任何争议，我要赔偿你10倍的违约金。只是为了保障双方的权益。这不是合作，罗先生，这是个坑，还是个想把我活埋的深坑。江小姐，你未必有更好的选择。我查过，你最近的个人账户流水、大量的采购记录都很异常。如果这些东西被相关部门举报，你查我？我只是在提醒你，在这个圈子里和我合作，对你来说才是最安全的。小江，等久了吧？周总，这位是朋友，谈点生意。这种合同也敢拿出来，欺负小姑娘不懂法？你是谁？我是他农业项目的供货方，也是他这批公益物资的见证人。你要是想举报，欢迎，到时候我也一起提交采购合同和物流记录。对，我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救灾物资了，账本清清楚楚，经得起查。看来今天不适合谈，以后也不适合。周总，今天真的谢谢你。你给我发消息说遇到麻烦，我当然得来。我一开始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合同，真没想到他这个人有这么大问题。小江，你到底在背地里做什么？我不问，但你必须记住，现代这边有现代这边的规则，钱、货、账这3样东西必须干干净净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我知道。以后你需要采购，直接从公司走正规合同，我亲自给你开票。你别再自己乱找那些乱七八糟的渠道了。好。别感动得太早，要是你的方案执行不好，我照样会骂你。行，周老师。世子，虫子多了。往年此时也会如此吗？旬年年境倒是不怕，可今年地少苗也少，若虫子一多，咱们好不容易种下的这点苗可经不起他们啃食啊。这还只是开始，虫卵孵化后会更严重。小满姑娘，可有应对之策？有是有，但动作一定要快。防虫网、诱虫灯还有生物农药，全都得马上安排上。药？那药会不会把人也给毒死啊？大爷您别怕，不是那种剧毒的农标，是相对安全的生物制剂，但是也必须严格按照比例用量，绝对不能乱喷。传令下去，通知各片冬田的负责人，从今日起每日必须巡查虫害，不得有误。对付大规模虫害，不能只靠单纯的喷洒农药，长期来看会对土地造成负担，最好是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。您说的物理防治，具体就是指这些防虫网和捕虫灯吗？对，还有黄板幼虫、性诱剂。你那边如果缺电，就用这种太阳能补充灯，白天充电，晚上自动亮。都要，给我来一批。我就知道你得全包圆了。重点是这个，必须严格按比例兑水，浓度高了会把苗烧死，低了又起不到杀虫的效果。我明白，回去我会写成最简单的步骤说明发给他们。最好是画图，很多基层的农户是不爱看字的，
图画最直观。这个建议非常实用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此物为何做得这样艳丽？这叫黄板。很多害虫天生对黄色有趋光性，喜欢往黄色的地方飞。只要它们一飞过来，就会被上面的一层特制胶水死死粘住。原来如此，以色诱虫。你这总结也行吧，话糙理不糙。重点是这个，这是太阳能捕虫灯，夜里挂在田边，它发出的特殊光波会把周围的虫子都吸引过来，然后掉进底部的收集盒里。仅用一盏灯便能杀虫？能，今晚我就带你去地里看看效果。边城自古以来，从未有过这样种地的法子。以前没有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学。你们看，这灯的颜色怪得很，幽蓝幽蓝的，不会招来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娘，你看像不像天上的星星掉到咱们地里了？大家都别站得太近，在远处看着就行。虫子，虫子真奔着那怪灯去了。我的乖乖，这发光的铁疙瘩比俺家养的瞎眼猫还会抓虫子。这话你可别大声说，你们家猫听了可是会不服气的。你总能拿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，都是些工具。工具能救人，也能改变人心。殿下是来查我的，一开始是，现在更多是想看你还能做到什么。我不是坏人，看得出来，坏人不会在田里蹲到半夜抓虫。不过，你的来历，迟早会有人追问到底。若那日到了，你想好怎么回答吗？还没有。管事儿，他们又成了。百姓现在更信誉王府了，说江姑娘是来救命的。不过几盏怪灯而已。救命，那就让他们知道虫灾本就是他招来的。还散谣？不止散谣，明日去乡下收虫，把虫袋倒进他们的田里。这若失控，会害全城。王爷要的是边城乱，不是边城活。这些虫真倒进田里，拿钱办事，少问。可俺家也在城里，真闹虫灾怎么办？你不干，现在就没命。又是夜里送火，又是白日放虫，宁王府当真没有新手段了？虫跑了！别慌，先关防虫网，把捕虫灯全打开。带回去审。快看，是誉王府的侍卫，抓了几个细作。乡亲们，虫灾来了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都是那江妖女招来的。就是她弄那些怪灯怪棚子，不敬天地，惹怒了天神，这是降下的神罚呀！孩儿他爹，虫真多起来了吗？咱们怎么办啊？放屁！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俺在田里亲眼看见，是有人故意往咱们田里倒虫。没错，那几个搞破坏的混账，刚刚已经被世子殿下抓了游街过去的。你们还想骗我们？乡亲们看清楚了，虫不是天上罚下来的，是有人心怀叵测，装在袋子里偷偷放进田里的，这就是证据。谁收了钱在这里造谣生事？今日主动站出来，本世子可从轻发落。若继续执迷不悟，扰乱边城救灾大计，一律按灾年乱民论处，杀无赦。世子饶命！世子饶命！是曹管事，是曹管事给我们钱，让我们这么说的。如
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有人夜间纵火暗换2种，白日放虫，甚至在城中散播谣言，这分明是蓄意破坏边城救灾，草菅人命。王爷息怒，下官听闻他们供出了曹管事，但可有直接指向宁王的证据？回大人，暂时没有，他们都是外围死士或拿钱办事的无赖，接触不到核心。钦差大人，曹管事是宁王府的心腹，跟在宁王身边多年，在边征弄出这等纵火放虫的大成仗，这些事总不可能全由他一个奴才一人擅作主张吧？长公主殿下所言有理，下官心里也有数，但此事事关重大，牵扯亲王，若要上奏朝廷，凭推测是不够的，仍需铁证如山的确证。钦差大人的难处，裕王府明白，无凭无据，自然不能妄动。既然证据还不够，那便继续查，哪怕掘地3尺，我也会把背后的黑手挖出来。以后每片田都要设巡查表，谁负责哪一片，什么时候查虫，什么时候浇水，都写清楚。江姑娘，这上面的格子怎么填？我们也不识字啊。这里写日期，这里画虫子数量，多就画3个圈，少就画1个圈，不用识太多字也能看懂。你不是只给他们东西，你是在教他们规矩。救急靠东西，长久靠管理。这话我会记住。殿下不觉得我奇怪了？还是奇怪，但奇怪和有用并不冲突。近日有人烧田换种放虫造谣，是想让边城重新陷入绝望。但你们也看见，水能找，粮能种，虫能防，只要我们不乱，没人能断我们的活路。我们不乱，谁敢回天，俺第一个不答应。江姑娘，我原先以为裴彦州只是在护你，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，他护的是你带来的希望。希望这种东西，给出去以后，就不能随便收回来了。边城真有水了。回皇上，钦差密折上是这样写的，还说百姓亲眼所见。哼，宁王说裕王府行妖术，钦差却说救灾有效，一个边城倒比京城还热闹。宁王近来上折，未免太勤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朕要亲自去边城看看。皇上万金之躯，边城灾乱未平，恐怕不妥啊！正因灾乱未平，朕才要去。朕倒要看看，裕王府到底是在欺君，还是有人不想让边城活？父皇，这一路若被宁王的人察觉，你既敢私自去边城，如今倒怕了。父皇知道，朕若连自己的女儿去了哪里都不知道，还做什么皇帝？儿臣知错。你既见过那江姑娘，觉得她如何？来历奇异，但不是恶人。他救人的心是真的。救人心真，不代表没有隐瞒。可若他不隐瞒，恐怕没人敢信他。皇上出京了。皇上要去边城？钦差、长公主、皇上一个个都往边城跑，裴家真是好本事。王爷，那我们若皇上亲眼看见边城好转，不如在路上助人将。蠢！路上动手，所有人都会移到本王头上。让刺客在边城动手，嫁祸裕王府，就说裴家借妖女蛊惑民心，图谋不轨。属下明白。若皇上死在边城，裴家百口莫辩。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朕此次微服而来，不必惊动百姓，
是。朕记得奏报里说，边城旱了3年。是。如今不过刚见起色。这起色，是誉王府的本事，还是那位江姑娘的本事？是边城百姓一起求活的本事。江姑娘给了方法。带朕去看看。小满姑娘，贵客到了。等一下，我这组数据还没记完。这位是我父亲。民女见过老爷。你便是江小满。是。这些都是你教的？不是我一个人，我只是拿了些工具和方法，真正干活的是他们。老爷，江姑娘可厉害了，她教我们让水一滴一滴进土里，苗就活了。还有那抓虫灯，简直是神仙法宝，比猫还好使。民心倒是真。裴彦哲，护驾！裴彦哲，你别动！我无事。闭嘴！你们果然是不是只会说无事？快，我们赶紧回府。这一晚真是惊险，总算结束了。忍忍，马上就到了。姑娘，这是何物？消毒的、止血的、包扎的，衣服脱一遍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手里？你想感染吗？唐就说上客人，又是这句。他这些东西宫中也无，可他是在救人。这2天绝对不能碰水，不能用力，纱布要按时换，还有发烧一定告诉我。好。你刚才要是反应慢一点，皇上不能有事，你也不能有事。你护的是皇上，又不是我。见来时你也在我身后。江姑娘，朕有话问你。您问。这些药物和气诀从何而来？皇上，我能救人，但我暂时不能说全部真相。在朕面前也敢说不能？若我说了，您未必信；若您不信，我可能死得很快。你倒诚实。主要是编不动了。此刻可有活口，抓到2人，正在审。哼，若真是誉王府义府安排，你们未免太蠢，竟让世子受伤救驾。臣不敢。你觉得是谁？谁最怕皇上看见边城好转，谁便最有嫌疑。宁王，那便查到他不敢再藏。臣遵旨。这些东西朕一样都未曾见过，因为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。海外？比海外更远，远到不能说，说了您会惹大麻烦。你怕朕夺你的东西？也怕有人为了这些东西夺权。水泵也好，滴灌也好，药品也好，都只是工具，真正有用的是怎么用它们。如果所有人只盯着奇物，边城还是救不回来。你不是仙人？不是，我不会呼风唤雨，也不会点石成金，我只是知道一些你们现在不知道的方法。那你为何帮边城？一开始为了钱，后来看见他们真的会死，就没法只当生意了。为钱倒比为仙缘可信。带朕去看看田地。这是巡查表，谁负责浇水，谁负责查虫，谁负责记录，都写清楚了。有些人不识字，所以我让他们画虫、画水滴，看得懂就行。朝廷赈灾也常有银两下去，却落不到百姓手里，因为没有过程记录，也没人盯执行。发东西只是开始，管理才是关键。像是在教朕做事。我没有，但说的有理。江姐姐，她又高了，不错。今天记2滴水，1个太阳。
他有隐瞒，但他没害人。这世上没害人的秘密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父皇想如何处置他？暂不动他，边城离不开他，但他的秘密必须掌握在朕看得见的地方。父皇，至少现在不会。刺杀失败，裴彦州还救了驾。属下该死！啊！王爷息怒。皇上已经遗我，再拖下去，死的就是本王。那下一步？边城粮仓、水局、试验田3处是他们的命，毁一处乱一阵，3处全毁，边城必乱。可皇上还在边城，正好乱民冲击裕王府，皇上遇险，裴家护驾不利，届时这天下是本王的囊中之物，到时本王出兵平乱，名正言顺。属下这就安排。粮仓不能明烧，要先从草料堆起火，风一吹，自然烧进去。动静太大，恐怕收不住。要的就是收不住。你伤还没好，不能熬夜。只是看一会儿，一会儿也不行。小满姑娘现在管我比军医还严。军医会给你输液吗？会给你贴防水敷贴吗？不会。所以听我的。出事了！我跟你去。危险！我不去，你们连灭火器都不会用。水不够，火势太大了！所有人让开，别对着人喷。听江姑娘的，全体推开！火灭了！这怪物难道是仙法？不是仙法，是灭火器。有人纵火。堵住缺口！王爷水太急了，沙袋根本填不进去。我出，严加看管。先别硬堵，分流，把水导到旁边空沟里，减压再补闸。照他说的做，快！马要采田了，快拦住他们！拦马护田！苗啊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可是救命的苗！老人家先别哭，护住剩下的要紧。损失不大，根系粒未绝，还能补苗。真能补？能，只要人没乱，田就能救。打开！一夜之间，粮仓、水局、试验田同时出事。陛下，此等规模与手段，绝非普通乱民所为，必是有预谋的行径。皇上，臣连夜审讯，被抓之人已经熬不住供出。又是曹管事。父皇，曹管事不过说的是一枚棋子，这是在断绝全城百姓的活路，是谋杀整座城。我说完了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就是宁王府难养私兵的供词。传朕密旨，即刻封锁宁王府在边城的所有暗仓。裴彦州，你亲自带人去查，一件不嗔。遵旨。世子，你看，这里全都是粮。边城的百姓饿了这么久，易子而食，他竟然在这里囤着这么多粮。不只是粮，这上面印着军旗舰的暗旗，是制式的私兵假币。世子，有账册，历年的粮价变动、收买粮商的暗账、雇佣缴付的流水，这上面笔笔皆有记录。曹管事不过是明面上的一只手罢了，背后每一笔都通向宁王府。证据确凿，有了这些，足够让父皇立刻下旨拿人。宁王隐忍多年，绝不坐以待毙，逼急了，恐怕会狗急跳墙。王爷，不好了！暗仓被查了，连同底下的账册也被搜出来了。皇上果然动手了，证据都落到了他们手里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历来楚魏之争不过是成王败寇4个字。要起兵！皇上若是死在这天高皇帝远的边城，本王便是力挽狂澜的平乱之臣；但他若活着回了京，本王便是任人宰割的阶下奴。既如此，不如拿着满盘江山赌一把。可是王爷，边城百姓现在感念赈灾之恩，心全都向着裕王府啊！哼，百姓怕饿，但也怕刀。等本王的私兵一到，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们自然知道该跪谁。詹小姐，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称你这里无证经营大型仓储，并且近期的资金流水存在严重异常，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糟糕，采购量太大，终究还是引起注意了。同志，您误会了，我这些都是用于公益捐赠的采购物资，每一笔我都有正规的购销合同和发票，可以查阅。既然是公益捐赠，那请你提供这些物资完整的去向证明、接收单位公函以及物流签收单。这么大批量的物资，你的收货方到底是谁？最终运输到了哪里？同志，您听我说，小满这孩子绝对不是什么坏人，他就是最近做善事忙昏了头，手续可能没办全。阿姨，我们不评价个人品行，我们只是依法进行核查。如果没有合法的去向证明，这些物资必须暂扣。两边的时空终究无法永远平行运作，现在这边的掩护恐怕再也瞒不下去了。周总，我可能被查了。别慌，合同、发票、采购记录我这里都有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物资的去向。这个我解释不了。小江，我一直没问，但现在你必须告诉我，至少告诉我风险有多大。上午我该怎么向他解释这天方夜谭的一切？如果我说我送物资去一个你绝对到不了的地方，你信吗？山区、战乱区，比那更离谱。好，你不方便说，我就按偏远地区民间援助帮你整理材料，但你记住，纸面上不能造假到违法。谢谢。
还有，最近别再大量走个人账户了，你的小店也先暂停营业，避避风头。暂停营业，它本来也就没什么营业。现在这边也出事了，有人举报我，店可能会被封，物资运输也会被彻底盯上。是因编程连累了你？不全是，是我一开始就没想好怎么把两边的首尾都处理干净。说你现在抽身，我不会怪你。你说什么？编程危险，现代也危险，你本不该被卷进这些生死局里。裴彦州，你现在让我抽身，是看不起我，还是看不起我搬了这么久的水？我可以害怕，也可我江小婉绝对不会半路当逃兵。怎么回事？过不去了，开启时间变短了。我这几天试了，门出了问题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。运的越多，门越不稳定，可能这条时空通道已经承受不了太大量的物资了。若门关闭，我们可能就见不到了。见不到这3个字竟比刀剑更冷。还有多久？不知道，也许几天，也许1个月。但无论如何，绝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搬运东西了。那编程必须尽快实现自己。所以最后一批物资必须要选最关键的种子、药品、工具、技术图纸，尽量少带消耗品。好，裴彦州，我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。我不喜欢这个准备。我也不喜欢。听着，从今天起，这上面的每一个步骤都要有人彻底学会。育苗、滴灌、修收、备泵、防虫害、储粮，你们不能只靠我和世子。江姑娘，你是不是要走？我本来也不是这里的人啊，可编程还需要你啊，江姑娘。真正能救编程的不该是我来多少次，而是有一天就算我不来了，粮食这片地也能继续活下去。誉王府蛊惑皇上，勾结妖女，祸乱边城。今日本王清君侧，除妖邪。清君侧，除妖邪。王爷，水渠已派人切断，城中粮仓也有人接应。先为誉王府，再控城门。皇上若肯写诏书，留他一命；若不肯，报宁王私兵逼近城门。报东渠被断，田地供水终止。报粮仓附近发现内应。好一个清君侧！皇上，请入密室暂避。朕不必，朕倒要看看宁王有几颗脑袋。小满姑娘，你回现代？不回，这里会打仗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带了东西。这些，最后一批，门快撑不住了，我们得用在刀刃上。对，你看屏幕，左侧有弓手，右侧人手，中间像是在推公门车。弓手盯右侧，火油备中门，左侧放他们近些再打。我以前最多用它拍早餐店宣传视频。今日他救场。江姑娘说过，断渠先分流，再布闸，照图做。他教了这么久，不就是让咱自己会吗？先找到侧沟，别硬堵。我们真会了。放！中过！后面有人，绕西墙！西墙伏兵起！一群废物，继续攻！按住这里，别松。这样，对，出血多的先包扎，轻伤去旁边排队。我从未做过这些，现在会了。你总是这样，把所有人都逼得学会活命。不是逼，是没办法。我们都得撑住。让开！宁王奉命平乱，违令者斩！放屁！你们烧粮断水才是乱！这是我们自己一滴汗一滴血种出来的粮，谁也别想毁！护粮仓！皇兄，你被妖女和裴家蒙蔽了，他们才是乱臣贼子。朕亲眼看见百姓种田修渠护粮，你说他们都是妖？那些奇物来路不明，裴家借此收买民心，难道不是图谋不轨？若救百姓也是图谋，那宁王烧粮断水，不顾生灵弹炭，又算什么？垄断粮道，私囤假兽，雇凶刺驾，纵火毁粮，宁王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压下去！守住了，父王，城守住了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真打了一场仗。你比许多人都勇敢。少夸，我腿都软了。你救了边城，也救了朕的边关。民女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朕可赐你官职、宅地、金银，留在京中辅佐农务。多谢皇上厚爱，但民女还有一处地方要回去。你要回边城？不是，是回我自己的地方。皇上的意思，你不愿接？
接了就得留在这里，可我总觉得我不是属于这里的人。若你离开，会回不来吗？门越来越不稳定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就趁还能见面，把该说的都说了。比如，我舍不得你走。你这人怎么总挑我没准备好的时候说这种话？我原以为你会留下，我也以为皇上会直接把我扣下。他不会。如今边城已稳，你的价值反倒不在一纸诏书上。殿下不介意我和裴彦州？我若介意，早在边城时就不帮你们圆谎了。裴彦州那样的人能喜欢一个人不容易，你若也喜欢他，就别装傻太久。门今年好像更小了。是。如果哪一门真的关了，你怎么办？守边城。那我呢？你回你自己的生活。他总是这样，把所有的重担和离别都一个人扛下，说得倒轻松。此物不值多少银，却是我能给你的东西。我也有东西给你。这是早餐店纪念品，拿着，别忘了我店里还有包子卖。不会忘。你这几天状态不太对，大概太累了。救援项目结束了。差不多吧。如果以后还要做类似项目，记得走正规渠道，我能帮你争取一些公益资源。谢谢你，周总。还有，别再自己一个人扛，你要是真有困难，开口。我知道了，至少在这里还有人愿意拉我一把。今年总算能过个像样的冬天了。这是你们自己挣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江姑娘若能看见，应该会很高兴。世子，这麦穗真能换魔吗？能，还能换你来年的学费。总算像个正经早餐店了。你怎么过来的？门禁城开的比平日久一些。你还真敢来！我说过，会一直来找你。你这是把边城丰收的第一袋面都扛来了。我想让你第一个尝到。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你会留在那边当大英雄。我更想当能来见你的人。少说这种话，先去洗手，准备揉面。好。小满，你这次是真的谈上了。婶儿，您别乱说，这小伙子真俊，就是看着有点眼熟，像从电视里走出来的。你好。哟，还挺有礼貌。你这手法不像会做饭的。那便学。行，那我教你。